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贝塔测评研究院。那今年618，国普覆盖了众多品类，电动牙刷等小家电也在其中。那相信很多人都在这个时候观望，想要入手。于是本期我们选择了3款代表不同震动技术的产品：飞利浦钻7 Pro 护敏刷、Usmile U7 Pro、Oral-B IO7，带你一探究竟。其实不管是电动牙刷还是手动牙刷，都能实现清洁牙齿的效果。不过标准的巴氏刷牙法刷起来又费时间又累，因此部分人想用电动牙刷提高效率，但是牙刷选不对，不仅刷不干净，还容易让牙齿更敏感。那市面上有这么多品类的电动牙刷，到底什么样的电动牙刷才能兼顾刷得干净又刷得温柔还不伤牙？这其实跟电动牙刷的运作清洁原理有很大的关系。那目前市面上主流电动牙刷的震动技术主要有3种：摆正、扫正、旋转。摆正方案目前最常见的产品就是飞利浦的 Sonicare 声波电动牙刷，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马达将动能几乎无损地传递到刷毛末端，从而达到刷头不动、刷毛左右摆动的效果。这种设计需要高精度的传感器控制摆动的角度，因此飞利浦的摆正技术可以做到刷毛摆正的距离刚刚好1颗牙，清洁的范围和清洁力度控制的也是比较好，能够避免打牙和伤害牙龈的问题，对于新手和牙龈敏感的人群很友好。那扫正也是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清洁方案 ，Usmile 和莱芬都是用它。它的特点是刷头跟着刷毛一起左右摆动，就像扫地会动扫把一样，力越大扫的也就越干净。但我们的口腔并没有那么大的空间，特别是在刷后槽牙的时候，如果嘴巴部张大一点，刷头就会打到前面的牙齿和牙龈，体感没有那么舒服。那说到旋转式清洁 ，Oral-B 是典型的代表，它的刷头360度包裹牙龈清洁，刷毛能够深入牙龈，清洁力是提高了。但这种方式想要避免不伤及牙龈是有一定困难的，牙齿敏感的人群需要谨慎选择。那电动牙刷主打省时方便，那摆正、扫正、旋转手动的清洁力相比究竟如何呢？这一次我们特意买了牙医同款的牙菌斑显示剂，涂抹漱口后，有牙菌斑的地方会显示红色，可以直观的评估刷牙的效果。那先看手动刷了整整3分钟，结果牙缝里还是没有刷掉，最后仔细刷了这些缝隙，并且用牙线辅助了一下才能够刷干净。这说明咱们平时随便刷2下，看着像是刷牙了，其实根本没有清洁到位。接下来咱们看看同样是刷了2分钟，3种不同震动技术的牙刷表现如何？那可以看到摆正的清洁力是最优秀的，牙缝和死角都能够照顾得到。其次是旋转，表现的也不错，就是震感有点猛。扫正的清洁力会弱一点点，但跟着牙刷的提示多刷一会儿，最后也能够刷得干净。那3种技术都能够提高刷牙的效率，选择时可以根据口腔的耐受程度和清洁需求来定。不知道大家以前使用电动牙刷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明明开机的时候震感很强烈，但一放到嘴里感觉就不震了一样。那其实是因为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电动牙刷依靠底部电池供电，经过电路板控制电机带动转轴，使刷牙震动清洁。但刷头遇阻时，反作用力会直接传递到电机，导致输出受限，摆幅下降，甚至是停机。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3款牙刷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可以看到，除了 Usmile 震动幅度小一点，其他2款都没有因为受到压力而减小震动的幅度。可以看到，飞利浦采用的是盘式电机，通过优化磁路设计，能够提供较高的转矩密度。相比传统镜像电机，其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但输出功率却更高效。这意味着在遇到阻力时，电机可以保持较高的扭矩，确保清洁性能稳定。不同于普通的电动牙刷，飞利浦钻石牙刷采用马达、刷头、刷毛3位一体设计，动能几乎无损传递至刷毛末端，提升洁净的效果。它的超密热熔刷毛技术将刷毛与刷柄融为一体，既消除藏污缝隙，又确保动能稳定精准地传导至刷毛的末端，高效清洁齿面污渍和牙菌斑。那 Usmile 采用的是4伏电机，相比传统的单向直流电机4伏电机具有闭环控制算法，能够精准计算输出动力。当刷头接触牙齿时，系统会感知阻力变化，并利用 PIT 算法或动态补强机制调整电流输出。Oral-B 采用的是磁悬浮电机，其核心在于利用磁力来驱动电机的旋转，不需要传统的机械按键。这种设计不仅减少能量损失，还能在负载变化时通过磁场调整维持振幅的稳定性。那在提高清洁力的同时，这3款牙刷为了保护我们的牙龈又做了哪些努力呢？在技术上飞利浦的微泡水流黑科技使刷毛如同鱼尾高频摆正，带动微泡水流。那这些小气泡能够顺着水流清洁牙缝深处，这样不仅能够增强牙齿盲区的清洁力，还能够减少刷毛和牙龈的接触，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牙龈。Usmile 通过 ACS 高阶智刷系统，根据不同的牙齿大小形状，动态调整摆幅，减少刷毛对牙龈的伤害。电动牙刷发展到现在其实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牙刷伤牙的问题。飞利浦专为敏感牙齿和牙龈设计了棉花糖刷头，
不仅刷毛更密更细，还采用进口的弹刃材质，因此它并不会过软或者过硬，刷起来像棉花糖一样柔软，能够减少牙齿的磨损和牙龈的伤害。那根据官方数据显示经97%敏牙真人实测，与手动牙刷相比能够减少60%的牙齿磨损风险。那 USmile 则是将刷头的材质替换成软硅胶，并在里面添加类关节缓震结构，尽可能的缓解大幅摆动所带来的打牙磕牙的问题。那 Oral-B 为敏感牙龈设计了超柔刷毛，包裹范围刚刚好一颗牙齿，减少刷牙时大面积的碰撞牙龈。那除了护牙刷头，现在各品牌也是针对不同的需求设计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刷头。那飞利浦举例，如针对清除牙菌斑的洁净型刷头，还有去除牙渍牙黄的亮白型刷头，以及保护牙龈的护龈刷头。而为了避免新手在使用电动牙刷力度过重、过轻时影响刷牙效果，3款均有刷牙力度以及完成度的提醒。为此，我们也通过手动控制刷牙力度和时间参数，验证产品的反馈机制是否准确。像飞利浦之前的款式只有过重的提醒，这次新升级的钻7 Pro 还增加了力度过轻的提醒，真正照顾到了敏牙不好把控刷牙力度的痛点，能够实时双向控牙反馈。那清洁完成后还有3大刷牙反馈：时长、频次和力度。USmile 能够精准的感知牙齿的6个面。在你漏刷或者力度过重时，通过骨传导实时提醒你。清洁完成后显示屏会提醒你是否有漏刷。Oral-B 的话也是通过亮灯显示提醒。结束后显示屏会有笑脸或者哭脸的提示，但更详细的信息需要打开手机 APP 查看，没有那么方便。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3款电动牙刷有什么不同，我们制作了一个清晰的表格。那总的来说，3款都是目前主流电动牙刷中很不错的产品，但对于牙齿、牙龈敏感的人来说，我们更推荐飞利浦这款钻7 Pro， 不管是清洁力还是护牙力都十分优秀，整机才105克，握着轻不费劲。而且飞利浦是国际医疗大品牌，入口的东西还是选靠谱的比较好。那随着电动牙刷技术不断发展，不少人发出质疑，声波振动技术是否过时？那事实上，声波振动技术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在智能交互、护龈算法等维度不断的进化。像飞利浦钻石全系都搭载了 Sonicare 声波振动技术，不同的3、7、9系列还配备了解决其他口腔问题的功能，例如适合新手的钻3系，适合护闵的钻7 Pro， 想要亮白的话就选钻9系。那虽然选对牙刷很重要但使用正确的刷牙方式才能够事半功倍。最后大家可以趁着国补和618购买属于你的专业的口腔护理专家，那省下来的钱还可以趁活动多囤点刷头。那记得每3个月要换一次这样的清洁效果才最好。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这里是贝塔测评研究院，我们的探索和测评不会止步，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见。